拿下青岛之后，德国海军东亚分舰队终于结束了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没有母港，每次补给都要仰赖外人的历史。不过700多名海军士兵和后续抵达部队的驻扎训练立刻成了头一件需要青岛总督府解决的问题。斑疹伤寒和回归热的爆发让永久营房的建设更加迫切。继奥古斯特维多利亚海湾旁的伊尔蒂斯兵营之后，1903年德国人又拆除了清军原先的松武中营，新建了总面积达到5865平方米的俾斯麦兵营。120年后的今天，德军营房早已成为大学校园，围绕当年作训操场分布的是两两并列的4座工字形营房。1905年完工的1号和2号营房集合了阶梯式山墙、花岗岩嵌角、哥特复兴式冷月窗等元素，凸字形的山墙中心还镶嵌有德意志帝国之鹰。另外，有鉴于先前传染病爆发造成的严重死伤，兵营的宿舍都配有与厕所分开的独立盥洗间，甚至还引入了当时更为先进的抽水马桶。解决了最基本的驻扎训练设施，随之而来的兵员生活保障又成了一道新难题。紧张的军营日常消磨不了从家乡带来的吃喝娱乐和社交习惯，走到天涯海角都离不开啤酒的德国人，初来乍到只是为了简简单单喝一杯，都要等上几十天。敏锐的商人发现了机会，在注水山东侧，当年骑兵连、炮兵连驻扎的毛旗兵营旁，有一家从酒馆起家的啤酒厂，一直经营到了120年后的今天，成为青岛的城市象征和享誉全球的品牌。为了让产品迅速拉近和水兵之间的距离，啤酒厂还使用了在20世纪初德国家喻户晓的啤酒品牌日耳曼尼亚。精准的一招，对于远离故土的人来说正中下怀。这家诞生之初就对营销十分在行的公司，正是青岛啤酒。1904年秋天，作为今天青岛啤酒博物馆主体的糖化厂房、发酵和过滤厂房以及储酒库建成投产，以海因里希·塞法特为代表的第一代经营团队从德国引进了高标准的生产设备。开姆尼茨机械厂制造的全套产线，西门子电机纯手工打制的紫铜糖化锅，还有全机械化的酒瓶清洗、装塞、标贴等工序。这里全部的酿制方法和工艺流程都严格按照1516年巴伐利亚大公威廉4世颁布的啤酒纯酿法进行。德国的大麦芽、啤酒花、酵母，加上青岛的泉水，横跨欧亚大陆的组合让日耳曼尼亚的皮尔森黄啤纯净协调，落口爽净。建厂仅仅3年，这里的产品就在慕尼黑啤酒博览会上获得了最高荣誉金奖。除了满足基层士兵最广泛的需求，对背井离乡的军官们来说，他们还需要精致私密又家乡气息十足的社交空间。1909年，德军俱乐部决定在弗里德里希街海岸尽头单独建立活动场所，这就是今天中山路1号的青岛俱乐部。在当年，这里1楼有游戏室、台球厅、阅览室，楼梯间前厅还有存衣处。只有高级军官才能进入的2楼设有大餐厅和东南2处露台，地下室还有为莱茵河谷运来的葡萄酒专门设置的酒窖。人字形木地板、宽大美观的木质扶梯镶嵌帝国之鹰的壁炉，在这里觥筹交错，仿佛身处柏林郊外的豪华别墅。当然，高层人士的联谊不只是德军内部的交情维系，威廉2世不惜巨资将青岛建设成一个模范桥头堡，正是为德国商界打开远东市场力所能及的创造条件。这才是他向英法学习炮舰外交的核心。和军事上的攻城略地一样，商业的抢滩登陆少不了强大市政建设的支持，布局合理的道路、便捷快速的通讯、社会功能的保障和运转秩序的维护缺一不可。1897年德军登陆之前的青岛只有4条马车道和6条独轮推车小路，这样的交通条件完全无法承载现代商业的需求。早在巨野教案动手之前，德
德国人就已经构思过青岛的城市格局。他们几乎在上岸的同时就启动了筑路计划，以时任东亚分舰队司令威廉二世的弟弟海因里希亲王命名的街道，就是第一批新建道路。1901年建成之初的海因里希亲王街，全长近1600米，宽20到25米，路基以花岗岩和三合土填筑，地下设排水管道，车行道与人行道也进行了分隔。总督府还规定，新建道路尽头和转折点上的建筑要形成良好的对景或借景，这其中的代表便是1898年5月，海因里希亲王亲自下令修建拥有双塔楼的胶州湾皇家邮政局。邮局管辖着胶州湾租界地以及边界外50公里范围内所有德方邮局，甚至还自行发行过邮票。为了摆脱对中国电报线路的依赖，皇家邮局还耗资300多万黄金马克，铺设了总长646海里的青岛到烟台和上海的海底电报线。青岛的电话用户数量也在1914年达到了450户。在便捷的交通和自由港政策的催生下，海因里希亲王街遍布银行、饭店、公寓、药店，西门子、美最时、太古、颐和、通用电器也都落脚入驻办公。一时之间，这里成了青岛历史上第一个商务中心。但这一带的制高点既不是商贸核心，也不是管理中枢，一座新教教堂居高临下，在蔚蓝的大海边，俯视着青岛都会脉搏开始跳动的时刻。从大约8世纪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德意志地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和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信众比例在19世纪末达到了全德国人口的60%以上。这种牢固的信仰习惯也被带到了青岛。1908年，总督府出资建造了福音教堂，以信义宗为代表的新教各教派都在这里举行联合礼拜，室内空间可以容纳1400人。这里的4棱曲线塔楼上还装有1大2小3个表盘，报时装置的钟表机芯来自伯克勒姆，大钟产自波鸿。就算是在黄海边，也仿佛能听到鲁尔河畔随钟声而来的悠扬陈道。既然有宗教可以抚平的邪念，就会有神明解决不了的罪行。司法机构的出现甚至比教堂要早得多。山脚下不远处有座海岸古堡一般的建筑，清水墙面精致古朴，尖顶塔楼线条流畅，看似简约优雅的外表背后，隐藏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内部功能。已经全方位习惯纪律、秩序和可靠的德国人，在1900年就成立了欧人监狱，关押违法乱纪的德国军人，后来也羁押被判徒刑或违警受拘禁处罚的欧洲籍人犯。由于欧侨总数有限，犯罪率不高，狱舍都是单人羁押，关押服刑者的监室在向阳侧南墙高处留有小窗，即便被囚禁失去自由，服刑者依然可以感受到日升日落的明暗变化。监狱还配有浴室和活动广场，供犯人在固定时间放风和洗浴。不仅如此，每2个相邻的监室中间还装有壁炉，就算在寒冷的冬天，室内温度也不会太低。但就算设施再完备，这里毕竟是监狱，外面阳光再充足，监狱内部的氛围始终是阴暗压抑的。厚重的铁门、固定铁槽、活动铁壁和卡式锁鼻组成了门锁的独特机关，每个监室门上也都有插销、挂锁、铁链、暗锁等保险装置，层层设卡，就是为了百无一漏。兵营、工业、商贸、市政，青岛给了刚实现统一不久的德国在海外实践全新都市理念的宝贵机会。德国人在中国的黄海之滨，而不是欧陆的北海沿岸，建立了一座全新的港口城市。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山东如此近距离地目睹第2次工业革命中欧洲市政的新成就，即便它从头到尾都是德国人手笔，而且为德国人服务，
但看得见摸得到的震撼和启发，还是让不少社会名流赞叹不已。孙中山1912年来到这里时，曾不吝自己的欣赏：青岛使我印象深刻，这座城市是中国未来的真正典范。不过说到底，德国人并不是来做慈善的。除了在城市规划上设置与等同种族隔离一样的措施，单靠青岛的军事和商贸利益也满足不了威廉二世巨大的胃口。跋涉千山万水来到山东站稳脚跟，德国人念兹在兹的始终是里希霍芬笔下黑色绸带一样的丰厚矿产。铁路结束了人类内陆运输只能依靠江河航道的历史，再山遥路远的资源货物，只要借助火车和海港，就能通达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1898年6月，德国胁迫清政府获得交集铁路修建权之后的第3个月，勘测设计就已经全面展开，9月建造工程更是迫不及待地上了马。德国政府在柏林穿针引线，组建了山东铁路公司来统筹工程。时任青岛总督叶士克亲自挂帅，紧盯进度。贪婪急迫之下，交集铁路的沿线购地工作漏洞百出，碰上了意想不到的激烈反抗。临近胶州湾的高密是交集铁路的重要站点，在未向中国各级政府通报，也没有同当地民众协商，而且水患严重的情况下，德国人强行征用了民宅和土地，还直接损毁沿途的坟墓、房舍、树木、庄稼，和民众摩擦不断，甚至爆发了激烈的流血冲突，导致施工进度严重滞后。此时的叶士克非但没有做任何安抚和纠偏，反而恼羞成怒，扬言必须要给中国人上一堂教育课。他跳过请示柏林，直接派遣2个连的兵力，携带重武器入侵高密县城等地，导致15名村民死亡，60多人受伤，城防设施被拆除，县城书院被毁，团练局枪械也遭到搜刮。在武力强迫下，沿线民众的怒火由明转暗。虽然铁路工程得以继续按表施工，但中西矛盾从此更加尖锐，反抗势力最终汇集成了震动华北的义和团。而叶士克本人也没有活到交集铁路通车的那一天。1901年1月27日，他因感染斑疹伤寒，在青岛病逝。交集铁路通车后的1905年至1913年间，总共运送货物556.7734万吨，其中仅煤炭一项就有3414632吨。德国人可能没有料到，就在自己轰轰烈烈建设模范殖民地、掠夺矿产资源时，2000公里外一直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胶州湾发生的一切。